今天我讲的题目是3把钥匙使技术动作问题变得简单。我们基层的教练、乒乓球爱好者经常会遇到技术动作的问题。3把钥匙就是为了解决我们技术动作中间的瑕疵，为了解决我们能尽快掌握新的技术，为了解决我们能够很快的深入理解优秀运动员，特别是顶尖运动员他们的一些先进技术。那么3把钥匙可以帮助你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在具体讲解3把钥匙之前，我们先统一一个认识，也就是说，什么是技术动作？所有的技术动作，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肌肉的用力行为，而不是规范的姿势。因此3把钥匙是追求合理的肌肉用力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尽快的掌握了这些方法，就可以迅速的解决问题。下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3把钥匙哪3把。第一把是躯干带动四肢。因为我们所谓的合理的技术动作，合理的肌肉用力，首先要符合人体的生物力学的用力。人体的生物力学的用力有一个规律，就是躯干带动四肢。所有的四肢的动作都是在躯干的带动和引导下实现的。我们的第一个躯干带动四肢的这把钥匙是我们击球的基础用力。我们能把球从球台这面击到网的那面，首先要用躯干的力量。那我具体讲一下躯干的动作。我们以正手攻球为例。我们躯干是指四肢和头以外的身体部分。当我们正手攻球的时候，我们需要引拍，这个时候应该是躯干带动向后引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转腰带动引拍，对吧？当我们准备迎前击球的时候，应该是躯干带动挥拍，也就是转腰带动挥拍，这就是躯干带动四肢。我们的引拍和挥拍的动作决定了我的击球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把球放在这儿，对吧？这个球现在是静止的，我的手臂也不挥动，看看我的躯干能把球打到什么地方去。引拍，击球，这个是躯干的力量，对吧？我们再做一遍。引拍，击球，对吧？这时候我手臂没有动作，但是我躯干的力量已经作用于球了，这就是基础用力。通常我们正手攻球容易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启蒙教学里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引拍的时候不是躯干带动，而是手臂拉动。经常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引拍，击球，对吧？这样的手臂拉动躯干的动作，你一引拍就把重心全部放在右腿上，这时候躯干实际上没有向后转动，因此你在重心在向左迁移的时候，你在做动作，你往前的力量是不够的，是吧？我再做一个示范。如果说我用现在经常会出现问题的动作来教正手攻球的话，是引拍带动躯干，重心移到右腿，然后我们再蹬地、转腰、蹬转，重心移到左腿。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看这个力量是上哪去的？这就不是
往前为主了，对吧？我把这两个动作对比一下，对吧？第一个躯干带动四肢，先转带动引拍，再转带动挥拍，这个球正好到那个斜线对角，对吧？如果我是一下子重心就移到右腿，是挥拍带动躯干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站这位置没动，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蹬地转，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击球方向、用力方向就不一致了，因为你没有用上躯干的力量，你只是用了蹬地转移重心的力量，对吧？你重力转移重心力量，蹬地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往前的，要不就往左右，要不就往上，对吧？所以第一把钥匙就是要解决你一个基础用力的问题，一个正手攻球的基础用力，对吧？它得往前走，也就是说，你给它一个前进力，它才能够过网嘛，对吧？所以这是第一把钥匙。通常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看到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出现很多手臂的乱七八糟的动作，是吧？那么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他的躯干动作是不是对。检查躯干动作是否正确，首先检查一下它的用力顺序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躯干先动带动挥拍，还是挥拍扯动躯干。如果我们检查到它是躯干带动四肢带动挥拍，这就对了。但是往往出现它不能够躯干带动挥拍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转腰不好，他不会转腰，原因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准备的时候，他把重心放在两个脚之间，这个时候他只能扭动肩膀，他的髋关节，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转腰是指你的髋关节，这个髋关节不能做大幅的转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转的话，必须只有一个圆心才能充分转动。像我们说躯干带动四肢的正确的转动应该是重心在左腿，也就是说以左腿为圆心往后转动，这时候才能转起来。当你击球的时候移到右腿往前转动才能转起来，如果你把这个重心放在两个腿中间，你就很难转起来，你只能扭扭肩膀。所以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够做到躯干带动挥拍和引拍，引拍和挥拍的原因在于它不会转腰。它之所以不会转腰，就是因为它找不到一个圆心，对吧？没有圆心很难转腰，对吧？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我们第一把钥匙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把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教练，或者你想掌握一下，简单的以正手攻球为例，你先检查一下它的用力顺序是不是躯干先动，对吧？无论是向后引拍还是向前迎前击球，是不是躯干先动还是挥拍先动。调整这个顺序的时候，你看看它的躯干动作能不能做好，能不能转起来。如果转不起来，那你就要检查一下它的重心是不是放在一个腿上，是吧？如果它重心搁在中间，它也转不起来，这就是第一把钥匙。现在我们利用第一把钥匙躯干带动四肢的用力来解释一个完整的正手攻球动作的用力行为。首先我们把这个正手攻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躯干转动，或者我们叫转腰带动引拍这个阶段。为了转腰更充分，我们应该把身体的重心置于左腿，这样有利于以左腿为轴向后转腰。同时呢，右腿可以随时调整位置去找球，对吧？
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当你右腿找到球的位置的时候，你把重心移到右腿上，以右腿为支点，支撑着身体重心向前转腰。这个过程是发力过程。这个球之所以能打过去，或者打得有力，完全是在这一阶段，对吧？这个阶段是躯干转带动的挥拍迎前，啊，经常我们所谓的迎前也是在这一阶段。当这个球已经脱离球板，或者我们的力量已经作用于球，球飞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迅速的将重心移到左腿，这样呢就便于这个惯性的动作到左腿就刹住了，对吧？如果我们不移到左腿，就会出现一下转到头了，就不利于连续进攻，对吧？所以呢，我们再重新做一遍。引拍第一阶段向后转腰带动引拍，第二阶段重心移到右腿，以右腿为轴往前发力，作用于球，对吧？躯干的力量作用于球。到第三阶段，等球出手了，立刻重心转到左腿，啊，使这个挥拍惯性到这儿就停住了。好，下面请郭师傅来示范一下正手攻球。哎，现在看郭师傅迎前击球的用力，他是在转腰往前，哎，再往前，大家可以看他的这个髋关节是往前用力带动球拍往前用力的，对吧？但是打完了以后，当球已经离开球拍的时候，他的重心转到左腿，对吧？刹住了他的动作的惯性。哎，现在看啊，在击球之前，你稍微停一下，在击球之前，哎，啊，这引拍往后，击球之前迎前转动，哎，这时候是击球了，对吧？啊，迎前，哎，这时候击球。等球出手了的时候，继续挥拍，因为随着惯性继续挥拍，重心到了左腿，就刹住了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它就无限惯性下去了，影响你连续进攻，对吧？哎，你看，往前，哎，这一段是击球用力。我们的第一把钥匙躯干带动四肢，讲的就是如何利用躯干的力量带动挥拍把球打过去，对吧？啊，这个力量从哪儿来呢？就是从躯干这儿来的，力量就是从躯干上来的。右腿这时候是支撑着躯干，躯干往前转，迎前转，这时候就作用于球，把球能够推过去，啊，这样打过去，对吧？这是我们讲的这正手攻球的向前用力的这部分。当球离开了手，这时候重心顺着惯性，顺着挥拍的惯性，重心到了左腿，啊，这时候由于左腿撑住了重心，这个动作就刹住了，可以及时进行第二板连续进攻。哎，对，这是3个部分，这是第3部分，1、2、3。1、2、3。下面我们把这个用多球让郭师傅演示一下，我们触球之前的那个给球能够飞过网的力量是怎么用出来的啊？我们不做完整的动作，只做这个第2部分的这个向前用力的动作。哎，这时候郭师傅的动作只有往前用力的动作，是吧？大家看他躯干，特别是从后面看，哎，你看他躯干，看这个部分，这个力量，对吧？这时候他重心没有转过去，但是他已经给足了向前击球的力量了，对吧？这一板是非常关键的，这时候他把动作做完整了，这就击完球以后，
顺惯性，顺着它的挥拍惯性，重心就到左腿了。对，你看它过程中往前的力量做足了。这个前进的弧线就很好。这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这个重心在右腿往前转腰的时候，这个还没打着球，重心走了，啊，偏到左边去了，这容易下网，啊。哎，这个时候，你看容易下网了，因为你的重心。因为你转腰的力量往前的躯干往前力量不够，所以就容易下网了。下面我们准备用这第一把钥匙躯干带动四肢去解释一下反带、反拉、快带这样的正手击球的动作。我们刚才做的是普通的正手攻球，现在如果我们要反拉对手拉过来的弧圈球或者是快攻球，那我们如何运用躯干的力量呢？因为对手拉过来的是有进攻力的球，我们容易出界，所以一般的是我们躯干的力量呢是先向前倾，对吧？先向前倾，带动挥拍，把球带过去。这个是一个合力击球的动作，借力加力击球的动作，啊，也是躯干带动球拍，躯干带动挥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往前倾的动作在先，挥拍在后，是吧？我们请郭师傅做一个示范。再低一点。哎，大家看了，它的躯干有先往下降、压住球的动作。哎，你看，对，你看，有躯干压住的动作来带动挥拍。第二把钥匙叫做调节。我的球拍背面的这个食指有一个顶拨的动作，大家看看郭师傅的拍形，他原来是立着的，他打完了以后，他有个前臂内旋的动作，啊。